什么东西？啊！我操！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不对，我是不是缺氧出现幻觉了？狼耳朵，尾巴，小卡车一样大的老虎！我靠，我该不会是穿越了吧？那个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请问这里是哪里？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没有耳朵，也没有尾巴，长相这么奇怪，穿的衣服也是我没见过的花哨玩意儿。大地祖母在上，怎么会有这种怪物？我能听懂他们说话。等等，他们叫我怪物，我不是怪物，我是人类。闭嘴！怪物休得狡辩。指不定是哪个大部落流放出来的妖物，先把它绑回去，交给巫处置。刚穿越就成了阶下囚，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喂，喝点水吧，别死在里面了。谢谢，我不渴，不能喝。在原始社会，没有沸腾过滤过的生水，就是在向死神买单。不喝拉倒，怪里怪气的怪物。处境很艰难，但必须冷静。在这个蛮荒世界，只有科学知识才是唯一的底牌。活过来了，幸好有天然冷凝滴水，岩层过滤过的，比那些绿乎乎脏水干净100倍。要是真喝了那猫耳娘送来的生水，我现在估计已经去见大地祖母了。这破藤条质量真特么好。我的孩子，你醒醒啊！求你救救他，他一直在拉肚子。大地祖母为什么要惩罚我呢？这应该是喝脏水导致的急性痢菌。气候潮湿闷热，水源容易滋生细菌，他们连生水都喝得津津有味，不爆发传染病才怪。立即爆发到这个程度，再不干预，整个部落都会被拖垮。那个，外面出什么事了？病母带走了很多族人，巫说是恶灵附体。要灰水，那不是加速脱水死亡吗？乌兰，你听我说，那不是什么恶灵附体，是水里有毒，那会害死他们的。滚开！你这个邪恶的怪物！乌兰，别这样，别听这怪物的挑拨。自从这个没有尾巴的怪物被带回部落，族里生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这肯定是他带来的弓咒，就应该把他活活烧死，祭祀大地祖母。如果部落里的人继续这样下去，愤怒的原始人迟早会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。为了活命，我必须在他们动手烧死我之前，把这场病龟给解决了。大地祖母降下神谕，因此神水可驱散病魔。我操，这哪里是治病，这分明是当场投毒！停下，都给我住手！那水有毒，不能给孩子喝，你们这是在杀人！那个该死的无毛怪物在叫唤什么？他在诅咒神水，烧死他，把他丢进篝火里，平息神明的愤怒。完了，一着急把这群原始人的迷信心理给忘了。住手！大雨将至，不宜见血。大地祖母的祭祀不能被打扰，把洞口堵死，别让他再发出声音。得，这下连空气都变稀薄了。求您救救我的孩子，他快没气了。他的灵魂已经被恶灵盯上了，再给他喝一碗神水，撑得过去是祖母的恩赐，撑不过了就是他的命。还要喝神水？隔壁家的小崽子就是灌了3碗神水后，昨天夜里彻底没了气。那水有毒，不能给孩子喝，你们这是在杀人！怪物，可那个怪物看我的眼神明明充满了焦急和担忧。要是崽崽死了，我也活不下去了，不如赌一把。谁？无毛怪？不，新来的。求求你，救救他！只要你能救活他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把孩子给我。太轻了，轻得像一片干枯的树叶。重度脱水，皮肤弹性几乎消失了。再这么拉下去，电解质会彻底紊乱，神仙难救。乌兰，我需要一些东西，
我现在需要盐，还有蜂蜜，最好还有干净的温水。如果来不及烧水，就先带干净的清水过来，快去！盐是部落里最珍贵的东西，蜂蜜更是只有巫才能碰的贡品。但为了仔仔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等我，我这就去。都在这里了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活他。盐是粗盐，杂质很多，蜂蜜通蜜的纯度也定，只能盲测了。盐和糖的比例必须精准，浓度太高会加重脱水，太低又起不到补野作用。味道怪怪的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仔仔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给他喝了什么毒药？冷静点儿，他吐是因为比例不对，水太咸了，刺激到了他的胃，不能凭感觉了，必须重新调配。微微的咸，淡淡的甜，口感跟眼泪差不多，这次应该行了。仔仔，坚持住啊！没有吐，这次没有吐，不能放松，脱水补液必须少量多次，一次喂太多反而会刺激肠道。退烧了，呼吸平稳，心率也正常了。阿母，仔仔，我的仔仔！吴兰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敢私自接触怪物！你想害死大家吗？他不是怪物！让大地祖母发怒！你看，我的仔仔活了，他睁眼了，他退烧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巫明明说大地祖母要收回他的灵魂，难不成这个无毛怪物的巫术比老巫还厉害？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这没有河水腥味儿，还有一丝咸甜。大地祖母向这个新来的人降下了特别的神谕。把石头搬开，放他出来。这怎么行？万一他对部落不利？闭嘴！从今天起，他不再是囚夫。无毛的异乡人，你需要为部落提供你的智慧，明白吗？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待在这个又臭又潮湿的石洞里了。没问题，巫，我会让部落变得更好。刚从林子里出来，手也不洗，直接喝水，还抓生肉，我的血呀！站住！干什么？铁爪，你刚上完厕所，手洗了吗？手上全是脏东西，直接抓水和抓肉吃，不把细菌全吃进肚子里了？洗手？手本来就是抓土的，为什么要洗？莫名其妙。跟原始人讲微生物，等于对牛弹琴，还是得找老巫。什么事？为了部落的安全，我建议推行2条规矩：第一，所有人必须喝烧开的水；第二，排便后必须用干净的水洗手。我们都喝了这么多年了，而且烧水多麻烦，还要浪费干柴。如果不烧开，水里的脏东西就会进肚子。这次部落里的幼崽生病也是因为这个。好，我会传达下去。嘿，真难喝，温吞吞的，一点也不解渴。烧个水就这么难吗？光用清水洗手根本去不掉油污，细菌还在传播，必须得做肥皂。草木灰里有碱，野兽油脂是酸性，两者混合加热就能发生皂化反应。叶希，你把这些黑乎乎的灰和油放在一起煮，真的能做出洗手的东西？这叫科学，等会儿做出来你就知道了。没有温度计，没有精确比例，只能凭感觉，看起来勉强像那么回事。铁爪，过来。又怎么了？无毛怪物。把这个揉在手上，用水冲干净。咦，这黑乎乎的油泥真的掉了！我的手要废了，好烫，好痛啊！有毒，还要下毒害我们！完蛋，草木灰
碱水放太多，游离碱严重超标。这下误会可大发了。都别动手，听我说，这不是下毒，这是火灰有腐蚀性，只要用清凉的河水冲洗一会儿，手就不疼了。这真的不是诅咒？当然不是，只要重新调整比例，它绝对能把手洗得干干净净，而且一点也不疼。好险，差点开局就变成了原始人的烤肉。游离碱超标，说明油脂太少，碱水太多，皂化反应不完全。既然碱多了，那我就加倍放油脂，大不了做出来的肥皂油性大一点，至少安全不伤手。吴兰，过来帮忙，我们再做一次。1份碱水，3份油脂，严格控制比例，不能再凭感觉了。乌兰，把竹筒放好，静置1整夜。成功了！来，你试试。而且手上的腥味居然全没了。给我试试，给我也试试。那个也给我用一下。水源的问题必须彻底解决。最上游只能用来打水饮用，中游用来洗澡和洗衣服，最下游才能用来处理猎物和排泄。谁要是不听话，就罚他服3天，准分肉吃。好，按你说的办。已经连续好几天，没有任何一个幼崽或者老人因为腹泻而死去。叶希，今天的肉汤是烧开的水煮的，快趁热喝。愚蠢的部落，竟然听信一个异类的摆布。这个女人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？叶希，我让你进去。您找我？你来了，异乡人。我的时间到了，大地祖母在呼唤我。部落里没有一个人拥有成为巫的天赋。原本我以为百草部落会像以前那些小部落一样，在我死后慢慢消亡在荒野里。但是你来，科学，你用那些古怪的规矩，还有那块能洗掉油污的泥巴，救活了部落。我不管它叫什么，我只知道它能让我的族人活下去。答应我，用你的科学带他们活下去。只要我还活着，百草部落就会一直存在下去。这是传承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百草部落新的巫。拜见新巫！我一个现代科学家，竟然真的在这个原始社会当上了指引文明方向的神棍。第一关算是熬过来了，接下来的路才真正难走啊！新巫诞生了，一个没有兽耳、没有力量，却拥有奇特智慧的雌性。大家仔细看，这种叶子边缘带锯齿，闻起来有点刺鼻的草，叫七叶一张花，能解蛇毒，也能消肿。停下，前面有动静。过去看看，大家小心点。天哪，是烈风！烈风，你认识他？他是临近大部落狂牙部落的第一图腾战士，他是荒野里的战神，曾经一个人咬死极品凶兽。既然这么厉害，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烈风的腿骨折断了，在荒野里，残废的战士就等同于废物。狂牙部落的人肯定是剥夺了他的图腾印记，把他遗弃在雨林里自生自灭。第一战士就这么被扔掉了？部落满打满算也就10几个战士，
要是哪天遇到袭击，分分钟得被灭族。骨折对原始人来说是绝症，但在我眼里，复原的几率大得很。如果能把这只大猫治好，部落直接多一个超级保镖，这笔买卖绝对不亏。铁爪、大木，你们几个过去，把他从泥潭里拖出来，我们带他回部落。什么？这绝对不行！我们救了他，万一引来狂牙部落的怒火怎么办？而且就算救活了，也只是个不能打猎的累赘啊！他的腿在你们眼里是废了，但在我眼里还能治好。我们部落现在太弱小了，需要强大的力量保护。这人我要定了。是，听从乌的指令，抬回去。伤口感染太严重了，直接接骨就是送死，必须先清洗消毒。可在这蛮荒之地，上哪去找双氧水和碘伏？果酒也是酒，只要把里面的水分蒸掉，就能得到高浓度的酒精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这叫蒸馏。加热的时候，酒精会先变成气体，顺着主管跑出来，碰到外面冷冰冰的湿兽皮，就会重新变成液体，滴进竹丛里。这样流出来的就是能杀毒的烈酒了。差不多有50多度，凑合能用了。小心！别动，退后。行了，别嚎了，嗓子都哑成什么样了？你的骨头断了，而且伤口已经烂了。如果不想整条腿烂掉，然后痛苦的死掉，就给我乖乖躺好。铁爪、大木，进来按住他！放开我！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听着，烈风，狂牙部落不要你，我们要你。老实躺着，我能治好你。铁爪，别在地上趴着了，过来扶好夹板。好了。喂，大猫，该换药了。哟，今天脾气见长啊，连吼都不屑于吼啦。别紧张，要是想害你，我前几天就让铁爪把你烤了分肉吃了。伤口止住了，也开始恢复，骨头愈合还要时间，但这条腿保住了。忍着点儿，良药苦口，痛说明你还活着。这个女人。好了，接下来是午饭时间。尝尝，特意给你熬的，没毒，我先喝给你看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原始社会的第一碗鱼汤，看来很对这位战神的胃口。糟糕，烫得像个火球！该死，已经烧到神志不清了。草药的消炎速度根本压不住细菌的繁殖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看着他死掉。治愈骨牌，老乌留给我的。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，怎么能去相信一块骨头刻的牌子能治病？传承，去特提的唯物主义，管用就行。老乌说过要用巫力去沟通骨牌，可是巫力到底是什么？如果巫力是某种未知的脑部电磁波，那么这块骨牌上的纹路可能就是能量传导的通路。不行，动不了。动啊！给我动起来！我答应过老吴要保护部落，所以你不能死！真的管用。醒了。你谁啊？怎么在我的草棚里？我是烈风，多亏了你昨晚的治愈巫术，我体内的图腾力量也恢复了一些，终于可以重新化为人形了。我操！你就是那只大黑
谢谢你救了我。捡到宝了，真的捡到宝了。那以后你就是我们百草部落的人了。部落不养闲人，你伤好了得去打猎，还要保护部落安全。这是自然，从今天起，我的性命就是巫的。行了行了，别整得跟宣誓一样。大事不好了！烈风，你竟然化形了！铁爪，出什么事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我们部落没盐了。今天早上好几个负责巡宿的都觉四肢发软，连时髦都快握不住了。缺盐，对于每天都要高强度打猎的原始战士来说，没有盐就等于失去战斗力。我们以前的盐是从哪里来的？以前都是老巫带着我们去大部落交换，但现在我们没有多余的兽皮和食物去换盐了。缺少食盐可不行，这上哪儿去弄啊？我知道一个地方有盐。以前狂牙部落的战士受了伤或者没盐吃的时候，就会去红石崖那里挖红色的泥土回来泡水喝。红色的泥土，那是盐土层啊！铁爪，带上藤筐和石铲，我们立刻出发去红崖。快到了，前面就是红石崖。呸！又苦又涩，不过咸味很重。红土里含有硫酸唑和泥沙杂质，但只要经过提纯，就能变成高品质食盐。大家动作快点，把这些红色的泥土全部装进藤筐里。不好，是吃鸡猪！快闪开！畜生，滚开！烈风，别硬拼！没事。我的天，这战斗力，这爆发力，简直就是个行走的纯金保镖！都跟你说了别硬拼，腿还没好利索呢。要是骨头又裂开了，我可没第二块骨盘给你用。快坐下，我给你检查检查。巫带这些红泥巴回来干什么？难不成巫要用这些土来施展巫术？无知限制了你们的想象力。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把这些不能吃的红泥巴变成最干净的白盐。哇，这水变得更脏了呀！这叫溶解，泥沙是不能溶在水里的，但是里面的盐分已经进到水里了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哇！洪水变清了，这只是第二步，过滤。铁爪，把这些过滤出来的清水全部倒进大铁锅里，开始烧大火。水越来越少了，快看，锅底长出白色的沙子了。尝尝。这比大部落换来的粗盐块好吃10000倍！这是神迹，这是真正的白盐啊！拜见巫，大地祖母保佑我们！什么神迹？这明明是9年义务教育的功劳。看他们这些没出息的样，让我给这些原始人露一手。怎么样？很好吃，比狂牙部落生啃的那些瘦肉好吃100倍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本大厨亲自下厨。太美味了！有盐的食物原来这么好吃，我感觉我能一口气吃下10条。行了，别撑坏了，慢慢吃。虽然有了盐，但大雨季快到了，这四面漏风的破草棚，到时候肯定得被吹飞。大猫，哎，等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家伙，该不会是真的赖上我了吧？算了，有个免费的超大号暖炉，不要白不用。真暖和。我靠，这天闷的简直像个大桑拿房。
这种极端闷热的天气，绝对不是普通的要下雨。夷子搬家，蛇过道，这是自然界最强烈的暴雨预警信号。即将到来的绝对是一场毁灭性的特大暴风雨。百草部落正好在山谷最低洼处，一旦暴雨降临，积水肯定会把这里淹没。铁爪，把部落里所有能说得上话的战士都给我叫到广场来！出什么事了？听着，3天之内将会有一场超级暴雨，我们必须要离开这里。以前暴雨我们躲在部落旁边石洞里的呀。对啊，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在石洞里躲避风雨的。这次的雨会非常大，山上的泥土被雨水泡透了就会滑下来，到时候你们躲在山洞里就只能被活活闷死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啊？我们要建房子，建吊脚楼。我们用粗壮的树木做柱子，把房子架空立地1米多高，这样就算地上积水也淹不到我们。用木头建房子，那风一吹不就倒了？就是啊，木头哪有石头结实？科普的难度有时候比打一头凶兽还要大。我相信吴说建房子，那就建房子。需要砍什么样的树，我带人去砍。关键时刻还是大猫靠得住啊。行吧，您说怎么建？好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必须在暴雨降临前建起第一批吊脚楼。烈风，你带一队人去林子里砍伐最粗的硬木和毛竹。铁爪，你带剩下的人在部落后方地势高的地方清理出一片空地，地面要踩实了。是咱们不用藤条把它们绑起来吗？藤条被水一泡，很快就会变松，这叫榫卯。把榫头插进毛眼里，木头就能死死咬合在一起，而且越压越紧。不用绳子绑，光靠木头自己咬住。我来。我的天，这简直是人形液压机啊！这法子太神了！雨来了，大家快进木楼！你是对的，我们真蠢，差点害死了大家。现在知道也不晚。铁爪，带人把族人分批接到木楼里避雨，等雨势小一点，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建房。本来以为把吊脚楼架高1米就足够了，也没想积水涨得这么快。不好了！下水通道被山上滚下的巨木和石头堵死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屋子全保不住了。被堵死了，难怪水位涨得这么反常，这是形成微型堰丝湖了。烈风，拿上粗藤问和长木棍。铁爪，叫几个力气大的战士，立刻跟我去下游窄口。水流太急了，人根本没办法下去清理。看见最底下的那根横木了吗？只要把那根木头撬动，水流自己就会把剩下的碎石和杂草冲垮。水压太重了，光靠力气很难拉动它。把木棍石插进巨木下方，再利用岩石作为支点，把藤蔓绑在木棍的这一端，所有人都在岸上拉绳子。好了，所有人拉住藤蔓。听我的口令，一起用力往下压木棒！1、2、3，起！再开用力，马上就要开了！退了，水退了！物理学万岁！这要是单靠人力去搬，今天全得交代在这儿。你的智慧又一次救了部落。走吧，水退了，我们回木楼，别淋感冒了。这些肉干真的不能吃了吗？绝对不能吃，这些肉干上面已经长满了绿色的霉菌，吃下去轻则拉肚子呕吐，重则会丢了性命。雨季不好打猎，怎么补充部落的食物呢？跟我走，我们去抓鱼。抓鱼？那东西滑溜溜的，一天也抓不到几条啊！谁说要用手去捉了？我们把藤条编织成一张渔网就行。原始人的手劲太大，而且缺乏经纬交叉的概念，得一个个纠正。看清楚了，先横着穿过去，然后从下面绕回来，
不要太用力，太用力藤条会断。走，去东边的支流试试。放。接下来就等鱼上网了。网好像要撑不住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看来这网根本不行，一下子就没了。要那怎么办啊？孩子都饿了好几天了。我确实低估了雨季河水的冲击力，大家已经饿了5天了。如果连我这个巫都放弃了，这个雨季他们就真的熬不过去了。失败一次怕什么？回去，我带你们做更好的捕鱼工具。都闭嘴，回营地听巫的安排。我必须在明天日落前找出真正有效的捕鱼方法。材料拉力不够，编织方法太粗糙，受力不均匀，一遇到水流冲击自然就散架了。光靠粗糙的藤条网确实很难支撑。既然大网容易被冲垮，不如换一种思路，用坚固的竹子做陷阱。小夏，你过来。您找我？我教你一种新的编织方法，你仔细看我的做法。看懂了吗？这个方法好神奇！你带人多编几块这样的竹板。另外，我还要做一个大家伙，这叫捕鱼笼。鱼闻到里面的食物香味，就会顺着这个宽口钻进去。这又是做什么的？等它们吃完想退出来的时候，就会被里面这些往内收拢的尖竹梢挡住，只能乖乖留在里面。你的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奇怪的知识？这叫劳动人民的智慧。铁爪，去弄点赤行猪的内脏和油渣来，塞进竹笼里当诱饵。好嘞。今天晚上就看捕鱼笼的表演了。快出来看啊！鱼，好多鱼！我的天，这么多鱼！小夏，这次你带人编的竹笼立了大功。去，把我们之前提纯的白盐拿出来，把这些鱼用盐巴里外抹透。这样腌好的鱼肉放几个月都不会发霉腐烂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挨饿了。您在忙吗？铁爪，你耳朵后面怎么了？这2天浑身痒得厉害，狩猎队的几个兄弟也都这样，身上长了好多红疹子，晚上痒得根本睡不着觉。红斑环状分布，这是真菌感染引发的偏见和湿疹。木楼虽然离地，但空气里全是水汽，再加上兽皮衣不透气，最容易得这种皮肤病。不只是疹子，昨天晚上我在自己木楼的柱子上拍死了一只拳头大的蜈蚣，那玩意儿黑得发亮，一看就是剧毒的东西。潮湿生百病，必须得想办法解决。没有风油精，只能靠自然界的矿物。铁爪，你带几个战士跟我去西边的乱石谷。乱石谷，那里寸草不生，味道也很难闻。我要的就是那个味道。果然有硫磺矿。这石头味道很难闻，野兽平时都很讨厌这个味道。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这是雄黄石，把这些淡黄色的石头，还有那些土黄色的矿石，尽可能多的挖回去，动作快点。以毒攻毒，不仅能防虫，还能治病。铁爪，把这些粉末沿着每栋木楼的柱子底下撒上一圈，尤其是门槛和木窗下面，多撒一点。那些虫子真的不敢过来了。铁爪趴下。凉湿湿的，一下就不痒了。这药膏能杀菌消肿，每天早晚各抹一次。这几天别再淋雨了。您看，我后背上的红疹子全退了，皮也结痂脱落了，露出了新皮肤，现在一点都不痒了。的药膏太神了，晚上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。穿了这么久，又经历了几次泥水折腾，即便用肥皂洗过，
那股霉味和潮气还是洗不掉。这鬼天气，身上的衣服就没干过。得想个办法，我可不想穿兽皮衣服，又重又臭，还容易长虫子。野猪毛，这可是天然纤维之王。猪毛纤维不仅拉力极大，而且吸湿透气，防霉抗菌，简直就是制作夏秋季衣物的完美材料。铁爪，快带人过来，把这一片长着白毛叶子的植物连根带茎全部割下来，带回部落。好嘞，兄弟们过来，割草。先把外面的绿皮剥掉，只要里面这层白色的纤维。这东西拉力真大，用手根本扯不断。这可以用来织成布，做成比兽皮衣舒服100倍的衣服。来，像我这样，用手掌把几根麻丝放在大腿上，使劲往一个方向搓，把它们搅在一起。不要太用力，保持一个方向均匀的搓，多练几次就好了。这太难了，我的手掌都搓红了，搓出来的线一会儿粗一会儿细。手搓效率太低了，一个人累死累活干一天，搓出来的线还不够织出一只袖子。看来得把那个老古董机械给折腾出来了。这地方连个轴承都没有，真是考验我的木工手艺啊！这东西真的能自己把线拧起来？等会儿做好了，亮瞎你的猫眼。大猫，把那根用藤皮编的细绳拿过来，套在轮子上。成败在此一举。天哪！这怎么可能？这绝对是大地祖母降下的神迹！神迹个屁！这叫机械传动。乌兰，你过来试试。左手控制麻丝的粗细和未进速度，右手摇轮子，动作要慢，别紧张，慢慢来。右手摇慢一点，左手跟着节度往外送麻丝，保持均匀的速度。太省力了！用这个东西，而且手一点都不疼。很好，小夏，你带人去多劈一些竹子。铁爪，让战士们按照我这个图纸再做5台纺车出来。我们要开始准备织布了。这又是要做什么？这叫织布机，把线横竖交织在一起，压实了就是布。乌兰，你来试试。别慌，慢慢来。踩杠、穿孙、砸石，3个动作，一个一个做。我学会了，我真的织出布来了。很好，以后你负责带大家织布。这是给我的。穿上试试。太舒服了！这衣服好轻，而且一点也不闷热，比兽皮舒服太多了。好冷。雨季总算要过去了，但这竹楼、竹节结构在潮湿的雨林里寿命太短，用不了2、3年就会腐烂生虫。要想长治久安，必须升级建筑材料，得烧砖。铁爪，带上几个兄弟，拿上藤筐，跟我去河滩。去河滩干嘛？抓鱼吗？不，去挖泥巴。就是这个红粘土。大家把这一片红色的泥土全部挖出来，装进筐里，抬回去。踩，把泥土踩得越均匀越劲道。把泥塞进筐里，压实，刮平，然后脱模。这些泥巴块干了以后就能当石头用。现在不行，一泡水就化了。
我们得用火烧它们，让里面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，变成坚硬防雨的红砖。这叫阶梯窑，依山坡而建，像一层层阶梯往上延伸，每一层都有火道相通，利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，让火焰的温度逐渐升高。铁爪，点火！大火连烧1天1夜，绝对不能停。只能凭感觉控制火力，升温太快会裂，温度不够烧不熟。第一次烧窑，能不能成，全看天意。出来了！这泥巴块好像烧坏了。升温太快，导致内外受热不均。想要完美控制1000多度的高温，确实比想象中要难得多。但是那几块完好的砖证明，烧砖这条路是对的。调整窑炉结构和升温节奏，一定能把成功率提上去。升温太急了，泥胚里面的水分还没彻底干烤，直接被大火一烤，里面的水汽出不来，就把砖给撑裂了。而且火候太集中在底下，上面的温度不够，底下的又烧过了头。铁爪，把这些碎砖都清理掉。乌兰，带大家继续做砖胚。咱们还要继续烧吗？当然要继续，失败是成功的妈。这次听我指挥，保准能烧出比石头还硬的红砖。点小火，慢火熏烧。从现在开始到明天中午，只能用细干柴维持这个火候。这是预热，要把砖胚里最后一点湿气慢慢轰出去。预热结束，开始加粗木柴，起大火。现在要烧多久？要烧6天，然后把窑口和烟囱全部封死。等炉里慢慢冷却下来之后，烧出来的砖才会坚固耐用。砸开！成功了！这砖比石头还要硬，而且根本掰不断。这下我们可以建新房子了吗？拆掉竹屋，我们盖真正的红砖瓦房。砖房有了，下一步该轮到工业的基石铁器了。石器时代的天花板也就这样了。石器工具不光笨重，而且极易损坏，必须得炼铁。上次告诉烈风去找铁矿石，不知道有没有消息？我带回了一些你之前说过的东西。赤铁矿砂，还有煤炭。大猫，这些石头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今天我在后山的西北边巡逻，看到这些红石头和你之前说的一模一样，就顺手带了一些回来。这简直是顺手带回来了一个工业时代啊！赤铁矿是极佳的炼铁原料，而煤炭提供的高温远非普通的木柴可比。大猫，你立大功了！能帮上5就好。铁爪，叫上所有人，带上藤筐，我们要去西北山谷，把这些红石头和黑石头全部运回来。这大烟囱是干嘛用的？这叫高炉，是用来融化这些红石头的。只要温度够高，就能把石头里的铁水溶出来。光靠空气流动，炉子里的温度最多只能达到700-800度，而铁的熔点是1500多度，温度不够，没有足够的风压，根本达不到熔点。先做个风箱试试吧。用力了！大木，没吃饭吗？再快点儿！不行，风力太弱，单靠人力推拉风箱所能提供的风压和微量实在太低了，炉温根本达不到1000多度。这是老吴留下来的几块功能性骨牌之一，老吴曾叫它风之骨牌，据说能引来狂风。既然能引来狂风，那它的本质就是加速空气流动。如果单靠原始的乌力去激发，
这块骨牌顶多只能吹出一阵散乱的大风，对高炉炼铁起不到任何集中定向的鼓风作用。既然要高压定向的超强风力，那就得改动这些风能传导的线条。只要改变空气流道，将原本分散的风纹向中心汇聚，形成一个前宽后窄的渐缩管道结构，就能在出口处获得极高的流速和风压。渐缩流道，前宽后窄，空气从宽口进入后被迫压缩加速，螺旋增压，让气流在管道内旋转加速，出口处获得最大风压。成了！铁爪，别拉风扇了，退后！这是什么力量？科学加上巫术，果然才是这个世界的正确打开方式啊！铁爪，大木，抡锤子！好嘞！用力，节奏要稳，把里面的杂质全给我砸出来！还是原始人有力气，这么快就锤炼好了铁胚。差不多了，烈风，来帮我做最后一步。我需要怎么做？用你的全部力量，顺着这个边缘一下砸到底。我们要给它开刃，并且完成淬火。铁爪，把你那柄石矛拿过来。你要干嘛？拿着这把刀，劈他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真的不是神明的武器吗？不，这叫金铁。有了它，荒野里的凶兽将不再是我们的威胁。狂狼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些红色的石头盒子是什么？还有他们身上穿的，怎么看起来那么干净，比大部落里的武器还锋利？还有那个女人，没有耳朵，也没有尾巴，那个残废烈风竟然也在这个部落。狂狼老大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直接冲进去？就我们这几个人，冲上去送人头吗？立刻回去汇报首领，到时候首领会带着精锐战士横扫这个部落。我在部落东侧的林子里发现了狂牙部落探子的脚印。狂牙部落，就是那个遗弃你的大部落，他们有多少人？狂牙部落有将近300名强壮的图腾战士，以我们的实力，只能被他们俘虏。我们要不要收拾东西逃进深山里去？逃？我们辛辛苦苦建好的红砖房不要了？荒野就这么大，逃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。既然兵力不够，那我们就用科学的防御，把这道谷口变成狂牙部落的坟墓。这就是进入我们山谷的唯一谷口，两边是陡峭的石壁，中间最窄的地方只有不到5米宽。狂牙部落有300个战士，如果是在平原上，我们这10几个人分分钟被他们踏平。但只要把战场选在这里，再多的人也只能像排队一样，一个一个往里挤。可是就算他们排队进来，那也是300个身强体壮的图腾战士啊！我们守在路口，迟早会被他们用人数磨死的。谁说我要跟他们肉搏了？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多用用。第一道防线设在两边的悬崖上方。铁爪，你带人去砍伐最重的铁木，用藤条把他们吊在悬崖边缘，等狂牙部落的人冲进谷口，直接砍断藤蔓，几百斤重的滚木顺着山坡砸下去，再强壮的图腾战士也得被砸成肉泥，懂吗？那要是他们顶着石头冲过来了吗？那就轮到第2道防线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叫重力绞车床弩，哪怕是一个普通妇女，也能轻松把这柄1000磅重的巨弩拉满。1000磅巨弩，配上我们刚打造出来的金刚剑尖，这一箭射出去，甚至能把几个人穿成一串。我打算在谷口建一座5米高的木石防壁，把3张床弩直接架在墙前，等狂牙部落的人好不容易顶着滚石冲到墙下，迎接他们的就是钢剑的洗礼。这仗我们能赢，而且能把他们全部留在这里。那还等什么？铁爪，召集所有人，按照沙盘的部署，立刻战攻。他们来了。哈哈哈！
螳螂说的就是这里，弄了几块红泥巴堆成墙，就想挡住我们狂牙部落的精锐，简直是笑话！战士们，给我冲过去！铁爪，砍！是。救命啊！别退，给我冲！长弩准备。没用的东西，都给我站住！烈风，有本事给我出来！老子当初能废了你一条腿，今天你依旧是手下败将。是吗？你的腿竟然好了？好了又怎么样？今天你依然是一条死狗！废话少说，来吧。这不可能！你的力气怎么变大了？不是我的力气变大了，是我的武器比你的硬。你怎么会这么强？因为我遇到了百草部落的巫。这一仗打得真漂亮。这些斩俘怎么处理？要不直接把他们埋在后山？100多张嘴，部落的食物可不够他们吃的。埋了，那多浪费！这可都是免费的优质劳动力呀。不杀他们，万一他们反抗怎么办？听着，百草部落不养闲人，也不随便杀人，只要老老实实干活，不仅能保住命，每天还能分到1碗热鱼汤和1块咸鱼干。谁要是敢偷懒或者想逃跑，墙上的钢剑会直接把他钉在山壁上。我们愿意干活。很好，铁爪，给他们发木铲和石筐。今天开始，我们要把这道谷口建造成真正的要塞。泼水！哇，这石头怎么自己着火了？别慌，这叫熟石灰熟化。把这个涂在红砖缝里，等它干了，这墙就会跟整块大石头一样结实。储藏室的肉干今天早晨分完就彻底见底了。后院里倒是堆了不少野草谷，可那东西壳太硬了，姐妹们从早到晚用石头砸，用石磨推，磨出来的粉也只够几10个人吃。要不我们今天少给那些分点食物，饿12晚死不了。不行，不给他们吃饱，城墙建不起来不说，一旦发生暴动，我们这10几个人根本压不住。那该怎么办？总不能凭空变出食物吧？上次大雨能把那么粗的巨木都冲走，如果能用这股力量来推磨，是不是就行了？大猫，你这脑子够快啊！对啊，让水去帮我们推就行了。水怎么推磨？我们在溪流搭设一个巨大的木轮子，水流冲击轮子上的叶片，轮子就会跟着转。轮子中间连着一根长木轴，轴上装上互相扶小河的齿轮，传进磨坊里。只要外面的大轮子在转，里面的几口石磨就会跟着日夜不停地转。这叫水力磨坊。有了它，我们连1个人都不用出，石磨自己就能把所有的草谷都磨成粉。不用人推，石磨自己会转。木头做的轮子和齿轮，真的能顶住溪水那么大的力气吗？只要材料选得对，就绝对没问题。烈风，你带人去林子里挑最坚硬的铁木砍回来。铁爪，你带人按照我画的尺寸，把木齿轮的每一个齿牙都削得圆滑，不能有一点偏差。我们要和时间赛跑，绝不能让部落饿肚子。是。接主劝，把挡水板移开。天
这东西简直比几十个战士的力气还要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挨饿了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只要有了足够的粮食，我们的百草城还能装下更多的人。附近山谷里能采到的野草谷，基本都已经被姐妹们薅光了。现在林子里的草籽越来越少，往深处走又太危险。战俘和战士们每天干的都是重体力活，光靠狩猎队打回来的那点野兽肉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如果采不到新的草谷，再过10天，磨坊就得停工了。雨林里的野兽是会迁徙的，光靠打猎和采集，百草城迟早会被饿空。既然野外采不到，那我们就自己种。自己种？我们把它挪到部落里，它能听话的长出来？怎么不能？草籽也是植物，只要有水、有土、有肥料，它在哪儿都能长。铁爪，明天起，你带着咱服去城外的河滩两边，把所有的灌木和乱石全部清理干净。烈风，你带人去后山，用红砖和荆棘围成几个大圈。我们还要建造部落的养殖场。是。这泥土太干了，怎么给草籽浇水啊？在小溪上游挖几条水渠，把水引到田地里来。每一个田块之间挖上排水沟，做成水田。这叫插秧，整齐排列，能让每一株草谷都晒到太阳，长得更快更壮。这些活物每天要吃不少干草和虫子，养着它们太费事了吧？现在费事，以后就省事了。等它们生了小的，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肉吃，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去森林里和凶兽抢猎物了。我们以后真的天天都有吃不完的粮食和肉了吗？当然，只要我们按科学的法子干，这块土地永远不会让我们挨饿。一转眼，居然在这个世界折腾出这么大的家业了。夜里风大，怎么不回屋？在看星星。大猫，你今天不是带人去巡逻后山了吗？怎么还不去睡？我有东西想送给我。这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我在西北山谷的矿脉深处找到了这颗红石。巫师部落的指引者，是至高无上的神明，所有的战士都愿意为你献出生命。但我不想只守护我，我想成为你的伴侣，用我的爪牙和生命，一生一世陪伴你。大猫，你知不知道，在我们那个世界，送戒指代表着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想把它戴在你的手上。代表着你这辈子都别想跑了。帮我戴上吧。恭喜巫，恭喜烈风大人！巫找到伴侣了，百草城有守护者啦！红土部落和山雀部落的交换队已经进城了。他们这次带了大量的野兽皮毛和山货，想换我们的精盐和麻布。做得很不错，铁爪。这都是巫的智慧。以前我们一到冬天就要挨饿，现在储从室里的咸鱼和面粉都快堆不下了。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刚来到这个部落时的样子。当时我还以为你是异类，谁能想到你脑子里竟装着改变整个荒野的知识。叶希，谢谢你，是你给了我和这个部落新生。这不光是我的功劳，也是大家用双手干出来的。大猫，以后我们要把这里变成真正的乐土。无论你去哪儿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永远守护在你身边。